给大家带来一期14.15版本的杂谈项版本评述，由我小圆雀和许金同学一同参与讨论。讲五非一子的话，我会觉得贝雷亚是一个强度中等的卡，因为它作为单挂的控制卡的话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主 C 能力不足，现在很少能见到通过威贝雷亚来做一套大神的阵容的那种玩法。我会觉得就是投喂贝雷亚是一个风险偏高但是收益平平的一个行为，所以如果说要平衡的话，可能是会建议设计师去增加每次的投喂的属性加成。我是觉得贝雷亚他的素质太弱了，就是你贝雷亚他现在就是你给他装备，你会发现他输出也没输出，你给他肉装他其实也扛不住，他就是就相当于一个裸装的这种稻草人的感觉。卡米尔的话强度现在是偏高的，这个应该都是公认的。太高了。对，但是我会觉得他这种强度高是在高时间和高魔战体系里面，它是表现亮眼。但是如果说把它作为一个flex C 位来讲的话，好像2星卡米尔也就那样，就是你不能期待他 carry 全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相关的魔战或者说时间的羁绊削弱之后，那卡米尔其实它的强度会回归正常，所以是的，所以就不要轻易的去改数值。如果说改数值的话，可能会导致这张卡完全用不了。确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卡米尔，你想不给他开魔战，也不给他开时间，就单挂，就其实你只开2时间的情况下，你单挂都感觉挺一般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主 C， 他当一个副 C 还挺好用的。是的，是的，还有点像整个团队的后期的那个 C 位，就像刚刚说的那个贝雷亚的那种感觉，就是后期需要他来吃鸡，但是你让他来单 C 的话不行，或者说你递出一个2星卡米尔，指望他去锁血北伐也不行。皎月这张卡的话，强度是偏低的。首先它冰霜的户口比较差嘛，你9人口要开一个3羁绊，本身就其实怎么说挺奢侈的这样一个行为啊。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偏单挂的功能卡的存在，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啊，你冰霜的户口没有2个人跟他开，然后他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也没有人会去用他。所以它羁绊结构不改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就是作为一个单挂功能性单挂卡是比较好的，你把它挂上去打控制就挺好的。它技能不是有那个第2次放技能之后有冷冻敌人的效果嘛，减敌人的攻速。所以说如果说能让它稳定的放出2次技能，但是伤害打的没有那么高，也就是缩打蓝条提高双抗降低伤害的话，那可能是一张比较好用的卡。差不多。皎月就是说白了就是他的户口把他给拖累了嘛。是现在的他的现状就是你挂上去放不了第2轮技能，然后他的第1轮技能伤害又不高。小火龙的话，因为 PBE 最后一个版本它其实加强了5点攻击力，在5点攻击力加强之前 ，PBE 偏运营的节奏里面，其实火龙95就已经很强了。他当时加强了5点攻击力之后，我就觉得火龙95有点小超模，但是为什么现在他玩不出来呢？是因为现在是偏低费的环境，就是它成型难度很高，但不代表这套这种成型不强，不能吃鸡。1星 C 不了，他这个现在任何5费卡都是1星 C 不了。是，我觉得是维鲁斯拖累了这张卡。维鲁斯太弱了吧？他没有说作为一个8D 板鞋剑姬上9的一个板子，他这个8D 维鲁斯那大概率是没了。对，维鲁斯他不能作为支撑点，反而是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清场的，所以火龙的强度有一部分是被维鲁斯拖累了。但是对于这张单卡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完全 OK， 就是完全可以接受他现在的强度。如果再去改数值，提升他数值的同时去削弱毒狗的话，那会导致这个95过强，火龙95这边过强。莫甘娜的强度是正常的，就是1星的时候你作为挂件卡来开羁绊很舒服，2星的时候你不管是把它作为一个法系战士来补充队伍的伤害，还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坦克位，其实都挺好用的。所以说最好就不对它做改动。我也是觉得莫甘娜确实感觉平衡挺好的，莫甘娜。另外就是泽拉斯、丁真和这个诺拉这3张卡，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强度。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2星泽拉斯带满神装，怎么还不能 carry 前场？那不是你的问题，那小火龙也不能 carry 前场。5费卡就没有一张能够给3个技能装备，然后围绕他开羁绊能够 carry 全场的。
他们都是作为别的阵容一个上限提升点。比如说你玩小法师，后期能搞到一个2星泽拉斯，或者你玩辛德拉，就是拼重装那套嘛，也搞个2星泽拉斯就会很强。但如果你围绕泽拉斯去拼什么命运塔姆就很弱。你要记了。对，就是你玩别的阵容用泽拉斯当提升很好用，但是你要直接上9围绕2星泽拉斯去组阵容，10把里面感觉要死9把。对，其实所有的5费偏 C 位上的那种卡都应该设计成帮助阵容吃鸡，而不是作为阵容的核心。如果说你开局就去奔着这样一个5费运营的话，其实风险很高，它是完全一个不可控的玩法。你就像当年，比如说，一张敖星冒险敖星，一张敖星就能锁，那或者说一张索尔就能锁，其实非常不健康，就会导致索尔奔着这个去玩的人会忽略1、2、3、4费卡的内容。就直接就不过度了，大家一起摆吧，那还不如等到大家一起进入5阶段，一起上9开抽呢。是的，甚至有些人8级就开抽，滴到1张就锁了。那个骑士天使。对，还有以前的那个海盗船长啊，以前的那个太空海盗那个船长，1星船长带个神装，然后4海盗一开就直接爽局开始了。4费的话，我会觉得剑姬的数值是正常的，只是在特定的体系里面有优势的表现，它也有短板，它也有它的强势。你像这种战士的团战的话，其实都很看发挥。我们来聊一下瑞兹这张卡吧，好像争议比较大。就是我会觉得它在高次元或者高学者里面单 C 是乏力的，但是瑞兹本身的数值是不差的，你完全可以忽略掉它的这个次元学者的那个羁绊，你就给它随便挂一个2学者，2学者很好开嘛，你后面挂丁真这些都是优质卡。那其实差不多，其实它的就是一个输出能力还不错的。我觉得瑞兹它是一个优势局才能用的卡，就是这赛季劣势局能用的卡，我觉得就只有就是4费卡里面劣势局能用的，基本上就滑板鞋、剑姬还有卡尔玛，就你指望递出来直接锁血的只有这3张。瑞兹你想一个什么10连败开，然后直接2星瑞兹锁血，这是不可能的。瑞兹、娜美都是顺风局的卡。然后宝石的话，我觉得瑞兹玩不了高次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宝石造成的，是因为宝石的坦度不足，然后它那个吸附飞星的那个功能性啊，又没有像上赛季的加里奥那么有存在感，感觉没有加里奥的保护作用那么厉害。宝石放技能的时候，很有可能和你想要吸附的人的技能它不同频。他开的时候对面还没放呢，或者说，我就是感觉他这个比嘲讽弱多了，加里奥的嘲讽。宝石的调整方向或许可以向加里奥看一下，加里奥他开技能不是会给全队的盾嘛，就那个范围里面的盾嘛。我觉得宝石也可以改成开技能会给范围的一个小盾。他现在改成 PVE 是没有伤害，他现在只是加了一点伤害，也没有任何的。是的，你要么把他的单卡坦度做足，要么就让他的功能性这个发挥出作用。然后维鲁斯施法前要太长，我会觉得维鲁斯其实是一张伤害是完全足够的卡，我会经常看到他打1万多面板的伤害。就维鲁斯他不是一个收割位啊，维鲁斯他不能就是4费里面不能靠他的2个原因，第一个觉得就是他的自己的施法前腰太长了嘛，经常有残局大招没开出来死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不是个收割位，就你刚才也有看到了，经常有维鲁斯能打1万多对吧？那是他的 AOE 高，他不是一个收割位，而枪手里面好像缺少除了小火龙之外没有收割位，残局能力非常弱。所以我会觉得在大幅减少施法时长的同时去削弱它的伤害可能是比较好的。然后格温这张卡的话，我会觉得它原生羁绊对它的强度提升不大，蛋糕相当于是没有的，对，蛋糕都没有。对。然后没有存在感。然后它的技能其实是可以叠剪刀的。这个小雀昨天说他都忘了有这样一个效果。我也都忘了，就是又不是当初的暗引导格温，暗引导格温是因为暗引导会给他盾嘛，就还可以。对，我昨天也说到这个问题，暗引导格温它自带坦度，所以说它那个叠层数是有意义的。但是狂暴战士或者说咖啡甜心都作为一个输出羁绊，但是你又去给格温设计了这样一个叠层数的机制，其实就没有道理。所以我会觉得它提升爆发伤害的同时，去削弱它的成长属性，或者取消它的那个成长属性是比较好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爆的 C 位，它就应该是一个爆的 C 位。那确实还可以，有2个方面吧。第一面就是像你说的，就提升爆发伤害，削弱成长属性。然后第2点就是可以给它适当增加坦度，然后削弱伤害。3费卡的话，猴子这张卡其实比较暧昧。
我会觉得，如果配合高复苏的羁绊，那么它的坦度是超标的，甚至说你给它一个复苏转的话，完全就是处理不掉的程度。这是因为它被动的抗性增益与这个复苏的回复有联动。但是如果说仅仅把它作为单挂的卡来看的话，其实它是配不上作为德鲁伊的强度的。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有一把我玩金丝猴的时候，4-3左右就已经3星金克斯3星猴子了，然后所有的装备都是对的，但是依然没有说像上赛季的这个3费卡那样，比如说左一递出来就稳定锁血的那种感觉。本身3费卡的成型难度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在目前的环境里面2星都不能锁血的情况下，你还不能保证我3星成型的强度的话，其实就有点差了。那如果说设计师只是觉得，哎，这个猴子在复苏辛德拉里面非常的亮眼，判定猴子这张卡就很强，然后去削弱它的坦度的话，会让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把它单拎出来，它的坦度不合格。应该采取的这个措施是，增加它的主动技能的护盾值，而去削弱它被动对伤抗的收益，因为它被动对伤抗的收益和复苏者的回血是有联动的。去增加它的主动技能的护盾值的话，会让它的单卡质量提升嘛。护盾值又和复苏的回复的话是没有强联动的，也不会导致它在复苏里面会变得更强。对，我比较想聊EZ跟慧，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如小炮。就是你同样一个养到5进1星 EZ 跟1星小炮，同样在枪手体系里面，我甚至觉得小炮带这个装备会比 EZ 强很多。我觉得它是一张你不能给它投资过多，然后去期望它 carry 全场的一张卡，而是你把它放在场上，可能随便丢个偷，甚至说不给装备，它都能打出你超预期的伤害的这一张卡。那确实，那个 Nico 坦度好像还超标一点，2星无论是在那个剑姬就是那边狗头配狗头带个偷那边，还是在唤醒辛德拉这边都是主塔。它的那个控制效果有点像圣了，但是坦度却比圣高很多，确实是有一点超标。圣是没什么坦度的嘛，说实话。我对于 Nico 这张卡就是所有我能带的所有体系都不下。卡特琳娜大家现在过度打的少了，可能对她都有点忽略了，但其实它是一张我觉得过度有点 OP 的一张卡了，就是你任何时候哪怕不开2花仙，你直接把它丢上去，它就能怎么说呢，打出很高的伤害的同时，然后还保证自己不死。现在过度没人用它，主要是因为它融不进那个，无论是魔杖还有辛德拉，它都融不进这个体系里面，所以没有人会理它，感觉也有这个原因。现在的人要打过渡的话，他其实也是奔着低费阵容去的，而低费阵容的话，尽量不是真正的过渡嘛？现在的过渡不是真正的过渡，是虚假的过渡。虚假的过渡，他就不会去完全考虑单卡的那个过渡强度，而会去考虑要把有限的经济用去留主 C 的体系，留体系留钱，这需要省钱。前期的那省的1块钱，好像卡特现在有点配不上。2费的话，这个不用说了吧？就卡萨丁和这个辛德拉是。最超模的2张卡，卡萨丁它的强势在于3阶段几乎是无敌的一个状态，2星的时候已经比可能2星3费的锁血能力都还要强了，就会导致人家运营阵容完全玩不了，或者说我哪怕玩一个普通的赌狗阵容，就比如说我玩的嘴炮，我刚启动了，我想要的是一个连败转连胜的一个节奏，但是就会被卡萨丁断一波。然后像嘴炮的话，我会觉得它没有辛德拉和卡萨丁那么强。正常强度，对，它是蹭了这个2费卡环境的一个局势，并且经常独家嘛。对，就是卡萨丁和那个辛德拉一定是还是偏卷的。其实我倒是感觉大嘴跟小炮的输出其实还可以，就大嘴的输出有点超过2费的感觉。就大嘴我感觉他输出跟金克斯差不多，大嘴输出挺高的，然后小炮是过渡太好用了辅助。1费卡的话，我会觉得没有专属强化的那个低费阵容，其实都赌不了。我今天玩了一把赌波比、萨勒芬妮、奶妈、莉莉娅4张卡3星，但是打不过任何人，就是节奏还挺好的，然后其实还挺合理的一个装备分配。然后我这里排的一个1费卡的排名，其实更看过渡强度。我觉得诺姆西跟老鼠这2张卡应该往下丢，很垃圾。
我今天幽默一把，合了个什么羊刀无尽，想打人胜，2星诺姆西带装备，2星老鼠，前排是2星狼人带一个重装。我觉得我这样的过渡，然后我装备是全合的，也是战力海格斯，我觉得我这样应该能打一个5连胜。但是事实就是我五波里面连个1星卡萨丁都打不过，就很夸张。你打不过卡萨丁那很正常、啊，1星就是没有装备，也正常，就是1星啊。但是我5波里面就赢了1波，就赢了一家摆烂的，其他的谁都打不过。我2星诺姆西，2星老鼠，那个诺姆西太垃圾了，这个感觉是绝对到不了哎，这诺姆西跟老鼠绝对到不了哎。来讲一下羁绊吧，羁绊的话，我会觉得比较超模的是4-6时间。我觉得4-6时间是亏模的呢。亏模的。我觉得4时间超模，但是6时间亏模。6时间亏，但4时间你如果说带上没有转职，带一些滥竽臭虾，它也亏。对，只能要卡米尔，必须要卡米尔，而且你裸装卡米尔，我感觉都不太够哎。对，就是亏了一个维古斯，又亏了一个卡米尔，然后导致你前排不足的情况下，4时间没有存在感了。我是这么觉得。但是在前2天的运营环境里面，4-6时间确实是这个运营的95终点。就很多时候可能1张卡米尔，然后满装，然后你其他的质量做足的话，好像就有锁进决赛圈的能力。4-6时间不是看你这个羁绊，是看你的前排，是看前排，看别人蹭别人的户口的，说实话。对，蹭别人的，对。比如说我有个2星看1星狗头，那就说记了。对，就像我那把一样，我只有一个救赎的狗头，那我就记了。你打到后面一个救赎2星狗头，那记了呀。这个6时间10个时间也没有用的。是的，就时间它是蹭前排的，而且很多时候不是4-6时间超模，是卡尔玛配合那个效果很强，因为卡尔玛就是你的前排顶住嘛，然后卡尔玛但那个石亭正好需要拖时间嘛，把对面的那些杂鱼拖死，然后给你的主坦回血嘛。假如说下个版本独狗一血没有辛德拉，没有大嘴，那就很超模。那我觉得是前排，你要把超模前排看一看。那我觉得还是就时间和那个高复苏、高时间和高复苏是互斥的嘛。我觉得90%的人还是选择高复苏了。4-6时间就以比如说你拿巴德来对标的是维古斯，那我是宁愿上巴德。一般是时光和那个卡尔玛开2时间嘛。如果你加上卡米尔在没有2星的情况下是3时间，你如果再配一个维古斯的话，就这种就不行。高复苏是通用一点。但是4时间有时候有变态的奇效，你知道吧？所以4时间它的那个提升曲线方向比较大。你要么完全没用，要么就是上线打到10级好像很厉害。可合成的转世里面有没有觉得减分呢？就比如说金铲铲开局，大家会觉得去玩女巫还是说玩次元？这里没有加到研磨吗？这里没有写研磨。研磨嘛，研磨我看研磨转数据是很好的，但是我自己有点不会。吐槽一下比较弱的羁绊，我会觉得4-6学者就比较弱，他那些卡太尬了，挂上去的话就会导致我整体的阵容构筑不起来。学者就是弱，我只能这么说，学者就是弱。2学者是3点，4学者是5点，本来就要上一堆垃圾卡，然后3变到5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提升，然后加上如果是以前的话感觉还可以，因为以前的话会卡蓝条嘛，但这5的话正好会达到那个正好就是整数嘛，但是现在又不会卡蓝条，感觉4学者就是纯大变羁绊。强袭枪手真的有点太弱了，我玩过2把6强袭，然后就没有很爆的感觉。6强袭不如4迅射。而且我觉得火龙鲁斯有一点弱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B 强袭太垃圾了。法杖我这边觉得泽拉斯的专属法杖星星卖的有点太便宜了。星星嘛，就全场1星变2星的嘛，5块钱。但是星星很难，就是你后期刷到星星是没用了，就必须是你那个中期的时候，就比如说也有用啊，后期因为大家。所以你中期的时候就应该给到你一个决策点啊，你是应该去牺牲一些后期的发育来赢下当前你判断非常关键的一波呢，还是说战略性的放弃这样一个星星？因为它实在太强大了。就现在有星星是直接必买，对吧？对呀、他现在星星不是说给你升星，包括其他一子就是2星的给你200的护盾和20的法强嘛，这个也很超模啊。全队无论是2星1星变2星，还是说你全2星拿了之后，他5块钱就已经很超模了，没有什么法杖能比得过这个全队。全队你后面9个人口加上一些假人啊什么之类的联动，它其实
这个20法强相当于一个魔杖嘛，你如果说 AP 阵容，哪个阵容不带点 AP 呢？你买一个魔杖再加一个白色区块，那有点奇怪了。是的，我觉得星星确实有点强了，星星确实强。关键是让那些低血量的人，比如说我之前玩低血量，直接被星星。我感觉有时候那个财宝箱还有那个风衣好垃圾啊，那个财宝箱跟那个风衣就卖的又贵又垃圾。不能说垃圾，我觉得还挺超模的，因为那个财宝箱，2个财宝箱嘛，你就相当于一个彩色的那个辅助假人。风衣到底怎么样？风衣它是必给那种没装备的人，就财宝箱跟风衣其实都是给没装备的吧？但是你后期没装备的一般是法语啊。你的意思是？对，财宝箱碾压风衣，但是他们的价格好像是一样的。一般没装备的都是杂鱼嘛，上财宝箱肯定好啊。风衣你其实是更想给到一些有用的卡，有用的卡你都会给他带一些装备，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我玩魔战，风衣后期就只能给阿卡丽人马这种东西，我就完全不想给。然后那个法杖，我会觉得你对于玩高费运营这种来说，4阶段往后的那个战力法杖出现的概率有一点偏低。就比如说我确实。对于暂时不想伤人口而想买战力法杖的人来说，经济成本过高了。就有的时候，外面买法杖了，但是我场面质量好像还 OK。但是如果说我不买法杖的话，这波打不过买法杖的人。那如果我买法杖的话，那我接受第2下，然后出一个战力法杖，然后去赢下对手。但是我不能接受递了2下之后，没有战力法杖，我再递2下，又没有。那这样就完全阻止我上9的步伐了。就明明是的，就很死木啊！特别是我最近就很容易遇到这种局，就是我玩高费，然后实际上就是在上9的过程中嘛，我就很纠结，到底要不要买法杖。加上我的血量也处于那种不上不下，什么30-40血1-2波容错，然后我就有时候选择了递2下，然后递2下没出法杖，就出了一个什么把你的4费变成5费的，然后又刷。而且我觉得4费变成5费，什么3费变4费这种傻逼法杖就该删除啊！真的好垃圾。对，特别是除了特别大后期，比如说5、6阶段之后，我感觉再出这种，大家都没钱，这种太整活了吧？就没有一个出个这种法杖，我真的无语。它的风险太高了，然后收益是比较一般的。我只能说1变2有时候会选，但是这个4变5纯浪费法杖库的，就后期感觉就不能有那个4变5。除了你就是整活的，除了你这种整活什么3星4费变成3星5费，就是100种情况下只有1种情况可能有用，剩下99种都是浪费你法杖库的，都让你再刷2次去重刷的。就是你有时候后期你就10块钱，然后你搞一个这个法杖，就一个4变5，然后你再刷2次，又搞一个经济，那你没有法杖，然后决赛圈没有法杖，你直接被别人法杖，就直接一个龙哥。对啊，玩不了。有时候我超级大成的质量。然后10几块没递出一个战力法杖，别人直接一个龙哥，我直接玩不了了。所以到后期的话，其实大家递法杖都是为了去找战力，所以我觉得法杖它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我花钱一定是战力提升，而不是说我花钱什么都没有。差不多，相当于是把还有那个变神器的法杖，能不能也移除了？真有人买过这个东西吗？就倒给我2块钱还差不多，还要花我1块钱。对，就很多法杖，就设计师想起来很美好，但其实你自己用下来就很差，就是浪费你法杖库啊。特别是在后期决胜圈，就决赛圈那么紧张，经济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你可能就几块钱，他给你一个这种答辩法杖，然后对面刷，比如说运气好刷了个什么水银啊，刷了个地震啊，你直接就玩不了了。然后海克斯的话过于超模的，就比如说辅助魔像和装备收集器，好像他什么这种都能选，然后他给的数值又很高。那岂不是我看到我就完全不会去考虑别的海克斯了吗？这个游戏现在就叫刷魔像，有魔像的就高人一等。就比如说第三个彩蛋海克斯，我拿一把，我没有彩蛋海克斯可以拿，我现在刷魔像没刷到，只能选个投资。别人刷一个彩魔像，直接一个烂局盘活了，我直接一个好局直接俯冲了。就是一些就是他新出来的海克斯太强了，但是一些那个以前的海克斯有点偏弱。是的，就会导致刷出新海克斯的人就高贵，没有刷出来的就坐牢。然后我们来聊聊偏弱的海克斯吧。像整活断炉，我看它的数据非常差。我觉得有一大原因是奥恩神器里面上赛季加了很多污染奥恩神器库的一些东西。虽然说它很强，可能在专属的阵容里面能发挥非常亮眼的作用，但是
它和老的奥恩神器的通用性完全就是云泥之别。对，所以我会建议将奥恩神器进行分类，就英雄专属的一类。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枯萎珠宝给到卡尔玛很强，那我把它归为这个英雄专属里面啊，可能给到其他的就很一般，它不能作为一个通用的回蓝装备啊。对。那通用的，比如说老神器那一派啊，把它归为一类，就是分为2个池。神器相比于辅助装，就是上下限差太大了。就是你的神器辅助装是基本上所有阵容都比较通用嘛，但是你的神器就经常，比如说你说那个枯萎珠宝，除了卡尔玛别人用都很差。就是在这么多个英雄，就是你1费到5费这么多英雄，只有一个卡尔玛用很好，我觉得这种神器就很就垃圾太多了。我觉得它这种神器，它越专属化，我觉得它长得越像英雄强化。是的，我觉得它就是英雄强化，就相当于给你一个随机的英雄强化，这不是在搞笑吗？就在你的阵容设定好了，随机给你一个英雄强化。我觉得奥恩神器就不该随机，所有带着随机奥恩神器的大部分都是负面效果。然后那个其一有则，就是银色的海克斯，让你本局游戏的海克斯刷新次数都增加3，加3。对，好像就是想不出来应用的场景，我应该什么情况我才会拿它呢？难道是开局发一个这个次元的装置，然后我要期待后面去刷一个次元转职？次元转，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注子局的再刷一个词，比如说注子局。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